大家好，我是志玲。今天我们聊的是直接关系到您的钱袋子，甚至能避免一场灾难。请您想象这个画面，您像往常一样打开熟悉的银行 APP， 输入账号密码，一切看似正常，但就在按下确认键的瞬间，您的所有信息、卡号、密码、身份证号已经瞬间落入骗子手中，不出5分钟，毕生积蓄可能就被转空，余额从几十万变成几十块。这绝不是电影，而是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悲剧。您有没有想过，您每天使用的银行软件、健保或理财 APP 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山寨货？诈骗集团有专业技术人员，能将假冒 APP 做得和真的一模一样，这叫高仿，但它的危害远超假包假表。只要您在假软件里输入账号密码，信息就会立即泄露，钱财随时可能不翼而飞。前几天就有一位陈老伯因此差点损失全部养老钱，所以请您一定静下心，听好今天的提醒，这关乎每位中老年朋友和每个家庭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提高警惕，互相提醒，抱团取暖，守好我们的养老钱，保命钱。如果您觉得有用，请为我点个赞，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咱们先来听一个真实的，就发生在前不久的故事，听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一提到这个事，心情就这么急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陈伯。陈伯今年70有2了，身体还挺硬朗，退休生活也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去公园练练太极拳，下午看看报，喝喝茶，手里有一笔可观的退休金，日子过得挺安稳。陈伯呢，也觉得自己不算落伍，智能手机用得很溜，看看新闻，刷刷视频，跟老伙计们在微信上聊聊天都没问题。可就在上个月的一个下午，陈伯正坐在阳台的摇椅上听收音机，手机突然滴滴响了2声，来了一条短信。他戴上老花镜，拿起手机仔细一看，短信内容让他心里咯噔一下。短信是以卫生福利部的名义发来的，语气非常严肃，说他的健保卡资料已经逾期，必须在当天晚上12点前完成在线更新认证，否则将立即冻结他的健保卡使用权。后面还附上了一个链接，让他点击办理。大家伙儿想想，咱们这个年纪最担心、最害怕的是什么？不就是生病住院吗？在咱们这儿，健保卡那可是看病的通行证和护身符啊。陈伯当时就慌了神，心里又急又怕，心想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逾期了？我前几天去药店拿药还好好的啊。但短信里那个立即冻结的字眼，像块大石头压在他心上，让他根本没心思去冷静分析。这就是骗子最常用也最可恶的一招，制造恐慌，专门利用咱们的紧张和害怕，让你来不及思考，只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走。陈伯一着急，也没想起给儿子打个电话问问，手指不由自主的就点开了那条短信里的链接。一点开，手机页面跳转到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做的可真像那么回事，上面有卫生福利部的正式标志，页面是那种政府机构常用的蓝色调，排版工工整整，看起来非常官方，非常正规。网页正中间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绿色按钮，写着点击下载健保认证客户端。陈伯一看这界面，心里戒备就松了一大半。他想，看来现在政府办事真是进步了，不用我们老人家跑腿，手机上就能办妥，挺方便。于是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点击了下载。不一会儿，手机桌面上就多了一个 APP 图标，蓝白色，跟他印象里健保卡的标志确实很像。他点开这个新装的 APP， 里面立刻弹出一个窗口，要求他填写个人信息，进行实名认证，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陈伯虽然有点疑惑，但心想既然是官方认证，要这些信息也合理，就一个一个字认真输了进去。填完提交后，页面显示信息验证中，转了几秒钟的小圈圈，然后跳到了下一个页面。这一页的内容让陈伯的手指顿住了。页面上写着，为确保是本人操作并关联金融服务功能，请绑定一张常用银行卡，并输入取款密码以完成最终身份核验。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一个平时对手机安全比较关注的年轻人，可能马上就会警觉，不对劲，健保认证为什么要绑定银行卡，还要输取款密码？这完全没道理啊。但当时的陈伯满脑子都被健保卡马上要停用的恐惧占满了。
而且眼前这个 APP 的界面看起来太真了，页面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您的所有资料均受高级别加密保护，这更让他深信不疑。他觉得这是政府的官方软件，安全肯定有保障，要密码大概就是走个流程。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情，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存着他主要积蓄的银行卡，对着卡号仔仔细细的输入，然后又输入了那组他记在心里从不告诉别人的6位数取款密码，全部输完，点击确认。APP 上显示认证进行中，请稍后。那个小圆圈又转了起来，转了大概半分钟，屏幕上终于跳出一行绿色的大字：恭喜，您的健保卡资料已更新成功，可正常使用。看到这行字，陈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回了肚子里。他甚至还觉得有点自豪，感觉自己又学会了一样新技能，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就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办妥了。然而到了晚上，陈伯正准备休息，手机突然接连震动了好几下，他拿起来一看，是银行发来的短信通知。第一条短信就让他眼前一黑，您尾号 XXXX 的账户于 XX10XX 分完成一笔转账交易，金额为新台币48万元整，账户余额为新台币100元。紧接着的2条，您的网银账户于异地设备登录，请警惕。陈伯当时就懵了，拿着手机的手抖得厉害，几乎要站不稳。他老伴见状赶紧扶住他，问怎么回事。陈伯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了，只是把手机屏幕递过去。老伴一看也吓了一跳，连忙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儿子赶回家，一听陈伯的描述，再一看他手机里那个所谓的健保认证 APP， 立刻断定，爸，你这是中招了，这是个假的钓鱼软件。儿子马上带着陈伯去报警。在派出所，警察叔叔明确告诉他们，那条短信是伪基站发的诈骗短信，那个链接指向的根本不是官方网站，下载下来的 APP 是个精心包装的木马病毒。陈伯输入的所有信息，在点击确认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这个病毒软件实时窃取，并发送到了骗子的服务器上。骗子拿到银行卡号和密码后，直接在后台登录了他的网银。更可怕的是，这个假 APP 很可能已经暗中获取了读取短信的权限。银行发来的转账验证码，在陈伯收到之前就被软件截获并传给了骗子，所以他连最后一道提醒都没看到，钱就被无声无息地转走了。陈伯在派出所老泪纵横，反复念叨着，我看那图标，那页面都跟真的一样啊，那是我存了多少年的钱啊。各位朋友，陈伯的遭遇绝非个例，类似的陷阱每天都在上演。为什么我们容易成为目标？为什么我们容易相信？志玲觉得主要有2大原因。第一，是我们太过于信任外表了，我们总觉得手机上显示着银行的标志、政府的徽章，那它就一定是真的、可靠的。但我们不知道，对于懂技术的不法分子来说，复制一个图标，模仿一个网页界面，简直就像我们用复印机复印一张纸那么简单。这好比在路上，有人穿了一身非常逼真的警察制服，但他不一定就是真警察，可能是个演员，也可能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外表在数字世界里是最容易伪造的东西。第二，也是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软件下载习惯有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清楚哪里下载软件才是安全的，往往是在浏览网页时，突然弹出个广告，说手机内存不足，点击清理，或者在微信 LINE 群里看到老朋友发来个链接，说这个软件能领红包、赚外快，又或者是像陈伯这样直接点击了短信里的不明链接。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不通过手机自带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风险都极高。这就好比我们生病买药，你会去正规医院药房买，还是去路边不知名的小摊上买？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比如苹果的 App Store、安卓手机的 Google Play 商店，或者华为、小米他们自己的应用市场，就像是一家家正规的、有严格审核的大药房，能上架的应用都经过了基础的安全检测。而那些假软件、病毒软件，就像是没有生产批号、成分不明的假药，他们根本进不了正规药房，只能通过街头小广告、短信链接、网页弹窗的方式，想方设法塞进你的手机里。那么，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软件，我们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对技术不太熟悉的叔叔阿姨们该怎么办？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当然不是。今天志玲就教大家3招实用的辨别方法，这3招不复杂，不需要你懂编程，只要你记住并照着做，就能识破绝大多数假 APP 的伪装。这第一招叫做查户口，看软件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后无论你要装什么软件，银行、健保、投资理财，甚至是一个小游戏，都请你习惯性的退出别人发你的链接或广告，自己主动打开你手机里那个自带的应用商店。苹果手机就叫 App Store， 安卓手机一般叫应用市场、应用商店或者 Google Play。你在这个官方商店的搜索框里，手动输入你想找的软件名字，比如 XX 银行、全民健保 APP， 从商店里搜索出来，点击下载的才是正版安全的。如果别人发你的链接，点开后是让你下载一个安装包，文件名后面常常带着点 APK 这样的字母，这时候你的手机十有八九会弹出一个明显的警告窗口，大概意思是此安装包来自非官方来源，可能存在风险，是否继续安装？各位朋友，请一定把这个警告当成你手机最忠诚的保安，在对你大喊危险，别开门。一旦看到这个提示，请你毫不犹豫地点击取消或拒绝，然后立刻关掉那个页面，删除那条链接。你点了继续，就相当于亲手把家门钥匙交给了守在外面的强盗。所以第一招的核心就是只从手机自带的官方大商场里下载软件，任何其他链接让你下的统统不理。接下来是的2招，叫做问目的，安装时仔细看软件要什么权限。这一招能帮你发现那些已经混进门但心怀鬼胎的内奸。什么叫权限？简单说，就是一个软件向你要的权利。比如一个单纯的手电筒 APP， 它只需要有打开你手机闪光灯的权限就够了。它有必要知道你在哪里吗？没必要。它有必要读取你的通讯录和短信吗？更没必要。如果一个手电筒软件或者一个计算器软件在安装时问你是否允许访问通讯录，是否允许读取短信，这就非常可疑了。它一个照亮用的工具，要你亲戚朋友的电话干嘛？那些假冒的金融类 APP 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偷钱，所以他们往往会索要一些极其不合理的权限，尤其是读取短信这一项。为什么这个权限对骗子这么重要？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用网银转账，最后一步是不是通常要输入一个银行发到你手机上的短信验证码？这个验证码是你资金安全的最后一把锁。如果假 APP 在安装时，你稀里糊涂同意了他读取短信的请求，那么当骗子在后台操作你账户时，银行发来的那个验证码短信，在你还没看到手机亮屏，没听到提示音之前，就已经被这个假 APP 偷偷看到，并瞬间转发给骗子了。骗子拿到验证码就能轻松完成转账，而你这边可能什么动静都没有，钱就没了。这就是很多人事后说我根本没收到任何提示短信的原因，短信被家贼半路劫走了。所以大家以后安装任何软件，特别是银行、支付类软件时，千万别一路狂点下一步和允许，要稍微停一下，看看他问你要哪些权限。如果一个银行 APP 除了必要的金融功能权限外，还问你要读取通讯录、访问照片，这都很不正常。银行只管你的钱，他要知道你朋友电话，看你家庭相册干什么，很可能就是想偷走你的联系人信息，用于后续的骚扰或诈骗。志玲建议大家有空时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找到应用管理或权限管理，去检查一下已经安装的软件都拿了哪些钥匙，发现可疑的、不必要的，就果断把权限关掉，或者直接把那个软件卸载了。然后是第3招，叫做验身份，查看软件的开发者信息。这一招好比是照妖镜，能让李鬼现出原形。在正规的应用商店里，每个软件的介绍页面都会清清楚楚地写着开发者是谁。正规的银行官方 APP， 开发者一定是该银行的全称，比如某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称非常正式完整。而那些假 APP， 图标可以仿，界面可以抄，但这个开发者的名字他们很难冒充，因为应用商店对官方名称有保护，骗子只能用别的名字，所以你会在假 APP 的开发者那里
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称，比如 XX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XX 个人工作室，或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英文，甚至直接空白。大家用常识想一想，一家大型的、国有的或上市的商业银行，可能把自己的官方手机银行交给一个听都没听过的个人工作室去开发吗？绝无可能。只要开发者名称不是银行或机构的准确全称，不管它外表多像，都一定是假的。另外，也可以看看下载量和用户评论。正规大银行的 APP 下载量动辄几百万、上千万，评论里有说好用的，也有吐槽界面不好看、功能不人性化的，这都是真实用户的反馈。而假 APP 的下载量通常很少，评论也假，可能清一色是非常好用，赚到钱了。这种模板化的好评，一看就是刷出来的。学会了查户口、问目的、验身份这3招，你就像拥有了3层防护甲。但志玲也知道，可能有的朋友听了心里还是会打鼓，万一我已经不小心装上了可疑软件怎么办？万一我前2天刚下载的那个，现在越想越不对劲，又该怎么办？别怕，万一遇到这种情况，记住下面这4个字的急救口诀：断、卸、改、爆。第一个字断就是立刻断开网络。如果你刚在某个软件里输入了密码，突然醒悟过来，觉得不对劲，第一反应不是去打电话，也不是干着急，而是立刻马上把你的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或者直接把家里的 WiFi 路由器电源拔掉。如果你用的是移动数据，就赶紧关掉手机的数据流量开关。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假软件偷走你的信息，必须通过网络传出去。你第一时间断网，就等于把小偷锁在了屋里。他虽然偷了东西，但一时半会儿送不出去，这就能为后续处理争取宝贵时间，可能就能避免损失。第2个字卸，就是卸载可疑软件。在断网的状态下，赶紧找到那个可疑的 APP， 长按图标把它卸载掉，删得干干净净。如果发现它在桌面上无法卸载，就更可疑了，那就需要进入手机的设置、应用管理里，找到它并强制卸载。如果还不行，说明可能是顽固病毒，那就需要找懂行的子女或手机店师傅帮忙，甚至可以考虑恢复出厂设置。虽然这会儿清除手机里所有数据，所以平时照片等重要资料要记得备份，但比起钱财损失，这是值得的。第3个字改，就是立即修改所有相关密码，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你已经泄露了密码，骗子手里有你的钥匙，所以你要立刻用另一台你确定安全的设备，比如家人的手机或家里的电脑，登录你的银行官方网站，或者直接拨打银行卡背面的官方客服电话，把你泄露的银行卡取款密码、网银登录密码、支付密码等全部改掉。这就相当于赶紧把家里的门锁换掉，让骗子手里的旧钥匙作废。第4个字报，就是果断报警。如果你发现钱已经被转走了，哪怕只转走了一小笔，也一定要带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报案一方面是有可能冻结骗子账户，阻止他们转移资金，为追回损失留下一线希望；另一方面也是帮助警方收集线索，打击犯罪，防止更多人受害。除了这些急救措施，志玲还想多唠叨几句日常的手机安全习惯。咱们中老年朋友心地善良，社会经验丰富，但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有时确实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我们要养成一个观念，智能手机现在不单单是通讯工具，它就是我们的电子钱包、移动银行。所以，第一，不要贪图小便宜，去点击那些所谓的领红包、抢优惠的陌生链接，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第二，千万不要在手机相册里存放身份证、银行卡的照片，也绝对不要把密码写在手机的备忘录或记事本里。你想，万一手机丢了或者中了病毒，这些照片和记录就等于把全部家当拱手送人。第三，如果在微信或 LINE 上接到家人、朋友发来的借钱、转账请求，无论情况听起来多紧急，头像和名字多熟悉，都一定要先打个电话或发条语音过去，亲自核实身份和情况，因为对方的账号很可能被盗了，现在跟你聊天的就是骗子。这里志玲再插一个小故事，我认识的一位林阿姨，前不久就在 LINE 上收到她女儿发来的信息，说手机摔坏了，正在修，急需用钱买个新手机，让她赶紧转2万块到一个陌生账户。
林阿姨爱女心切，也没多想，就准备去转账。幸好她老伴在旁边提醒了一句：“孩子手机坏了，这信息是怎么发出来的？你打个电话到她单位问问。”林阿姨将信将疑，打电话到女儿单位，果然女儿正在上班，手机好好的，根本没这回事。原来是女儿的 LINE 账号被盗了，就这么一个电话，避免了2万块的损失。所以关键时刻，一个电话核实比什么都管用。我们再回到假 APP 的话题上，现在还有一种危害极大的假软件，伪装成高收益投资理财平台，他们会把自己包装成某国际知名投资公司，或者声称有银行内部渠道，许诺给你高的离谱的回报，比如每天稳定收益 5%， 一个月本金翻倍。朋友们，咱们用常识算算账，一天 5%， 一年下来是多少？这比任何正经生意、任何投资大师的回报率都高得多。真有这种好事，他们早就自己闷声发大财了，何必到处拉人？这种假软件界面通常做得极其华丽，有实时波动的图表，有看似专业的术语，让你觉得很高端。一开始你投点小钱，比如3、5千，它真的会给你返利，让你尝到甜头，你觉得这平台真靠谱。等你放松警惕，把一大笔养老钱10几万、几十万投进去，梦想着赚大钱时，这个 APP 要么突然打不开了，要么客服会告诉你账户异常，需要缴纳保证金或税费才能提现。这就是典型的杀猪盘，先给你喂点饵料养着，等你肥了再一刀宰掉。这种软件同样绝对进不了正规应用商店，都是通过链接或导师私下发安装包传播的。所以再强调一遍，任何许诺超高回报，需要从非官方渠道下载的投资理财 APP 都是骗子，一律不信不碰。智霖做健康之道这个频道，就是希望能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这些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科技风险、金融陷阱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听。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是晚年的保障，是看病吃药的底气，是享受生活、含饴弄孙的依靠。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任何一位信任我的朋友，因为一时不察，跌进这些精心设计的坑里，承受本不该承受的痛苦和损失。如果你觉得智霖讲的有用，请一定点赞、订阅，并把视频转发给你关心的人。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有过类似经历，或者对某个软件拿不准，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量为大家解答。咱们下期再见，祝大家平平安安，钱包稳稳，远离诈骗，安享幸福晚年。